这就是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吗？这跟我们乡镇差不多啊。你看这商铺全部倒闭了，这不会是要拆迁吧？这一块你看破破烂烂啊。浙江中路出租、出售，应该不是拆迁啊，可能就是租金太贵。这哪是外滩啊？这不乡下吗？老外街，上海的老外街，原来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现在老外都走了，一个老外都看不见了。今天是周末，周末晚上的老外街没人。今天带你来上海商业中心淮海路，看到一栋商业大厦的旺铺竟然全部倒闭歇业，此处路口可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这样的景象，可是上海50年从未遇见过的。上海七浦路以前人山人海，现在空空荡荡的。长期以来，上海一直稳居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然而现在上海经济萧条，曾经人山人海的步行街变得是冷冷清清的，许多店铺倒闭，街上都没有什么人了。近日，上海出现4大反常现象，一个是有些市民将自家煮好的饭菜与餐具带到麦当劳店内用餐，并享受空调。另外还包括在上海的老外是越来越少了，白领中午开始淡饭，写字楼免租金优惠。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话题。出现了3大怪象。第一个呢是白领都开始自己带饭了。我们公司点外卖的人现在最起码少了一大半，都是自己在家里面把饭做好，第二天带到公司里面来热一热。公司的微波炉现在又新增了2台。第二个就是大型的商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人逛了，像比较有名的像万象啊、合生汇啊，还有我们公司楼下的中根漫游城啊，几乎都没有人了，就连周围的人都很少了。我觉得大家可能消费都降级了，也不要盲目的消费了。就像现在目前的 KTV 啊、夜总会啊，包括足疗啊、那个桑拿啊，生意都变差了。之前出去吃饭的上半场还没有结束，下半场都已经安排好了，甚至安排了好几场。现在呢，一到了周末，反而公园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说明什么呀？上海的人民层次变高了吗？都开始追求精神物质方面的一个生活了吗？大家都在讲说上海今年有多难，我想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上海。我是在2010年差不多来的上海，到现在有15年的时间了。那今年看下来，我觉得有几个变化还是挺明显的。一个是我觉得上海的人其实肉眼可见的变少了，而且我每天坐地铁的时候会发现人也变少了，人还是很多，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拥挤，根本就上不去地铁。就最近这1年其实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其实上海这边很多的商场就已经倒闭了。我之前是在长寿路那边上班，那边之前有一个巴黎春天，我们中午经常会去那儿吃饭，然后呢基本中午午饭都是要排队的，但是现在就基本不用排队，而且已经很多店铺都已经关门了，那个商场现在基本上就是没什么人了，吃饭的地方也基本都关门了。现在再拍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时间，我再看一下啊，现在是11点18分啊，今天就是周六，给你们看一下啊，看一下外面，这个是来福士，这个是龙之梦，然后这边是中山公园。你说这个位置算不算市中心，算不算市区？来给你们看一下，中午11点多，又是周六，你们看看现在外面这个马路是不是很空旷，没什么人啊？现在我就觉得待在市区真的好安静，也不愿意出门，出门都要花钱，所以平时也就不出来了。
平时我们这边就是这样子的，人很少，对吧？上海今年又少了100万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反正我们做这行的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今年呢，你感觉到活特别难找，就是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活，基本上就是说很难找到合适的。所以呢，铁子们有一个差不多的厂，你就可以先干着了。那你说工作这么难找的情况下呢，应该有好多铁子觉得找不到合适的活都回老家了。所以今年呢，你就不管是门店，或者说其他的水果店了、餐饮店了，他们都说人特别少了。对，消失的这帮人都去哪了？都回老家啦。7点钟的一个状态，如果是过去的星期五，那真的是人山人海。今天这个星期五基本上没什么人，熙熙攘攘，而且我过来的时候一路很畅通，也没有堵。上海的人都去哪里了？整个进到虹桥站里面也是人熙熙攘攘的，好像连平时都赶不上。上海人真的是少很多了。上海普陀区一家麦当劳店内有10多位老人长期组团霸占麦当劳5张餐桌，不消费，只是打牌，天天如此。早上10点钟就去，做到晚上打烊才走，中间只喝自带的水，已经持续有3、4个月了。有顾客问他们：“你们吃啥呀？”老人们说：“我们不吃饭，就在这儿坐着。”有的顾客反映，这些老人聚集在一起打牌，喧哗声不断，严重影响他人用餐。事件曝光以后，网友们的看法不一。有人觉得天气太热，老人找个地方解闷儿蹭空调，应该给予理解。那么也有人认为呢，商家不是公共场所，占座不消费，实在是不妥。其实呢，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城市老年活动场所不足的问题。如果社区能够提供更多的适宜的社交空间，或许就能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现在外企投资少了，很多老外也就撤了。以前上海老外满大街都是，高峰时期上海有100多万的老外，可现在就算是外滩和步行街，老外也是少得可怜。在所谓的国际展会已经变成了国内展会，所以大家在这儿是又变成讨价还价，也看不到最前沿最新的国外的技术。那老外为啥不来了？就不能讲了。上海是最国际最潮流的一个都市，它所有的展会在行业里都是标杆，每年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很专业的有国外的主办方举办的这样的国际性展会。但是你今天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盲眼看过去全都是中文，看不到老外了。以前这里全都是国际媒体，从展会上我们就可以直接洞察中国现在有多内卷啊，老外都卷走。美国学校一个百年名校啊，在金丰国际社区上海啊，往长的时间那里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中介多，客户接孩子的多，美国学校学生多，但现在看一下人到哪去了？我后面的美国学校旁边的别墅，以前中介全部扎堆在这里，全是中介啊，看房很多，因为租赁很活跃，买卖也很活跃，现在通通没了。这就是上海2023年6月9号下午3点钟的情况。上海白领开始带饭了，很多人上班提个口袋，一问都是带的饭，中午在公司用微波炉来热一下吃。26岁湖南小伙在上海上班，自己做饭不吃食堂，一天开销是多少？房租600块，租在上海郊区农村，住得舒服，院子空间也大，上班通勤不要半小时也方便。上班早上自己做饭，早上吃，中午也带午饭。今天吃香肠炒干豆角、丝瓜，干豆角用油泡过的，口感是特别好，都是从老家带来的，这些都是外婆自己弄的。丝瓜自己种的是不需要花钱的，住在这边自己还可以种一点菜，可以说性价比特别高了。早上7点50到上班这里，上班时间是8点钟，中午12点开始吃午饭，大家都是自己带饭，微波炉加热一下也挺方便的。中午的饭菜格外好吃，应该是早上吃太早，中午饿了的原因。这就是我能攒下钱的原因。坚持存钱后，我给自己定了5不买。我们普通人的钱就是这样一点点省下来的。第一，不点外卖，不下馆子，自己做饭干净健康，关键还省钱。今天花费5元做一大锅山药排骨汤，我自己一天的伙食费控制在20元以内，每个月控制在800元以内。第二，奶茶咖啡一律不买，想喝就自己做，外卖奶茶一杯20元左右，够我2顿饭钱了。排骨先炖一会儿，趁这个时间把配菜处理一下，今天依旧2个菜。第三，从不买名牌衣服和包包，我最贵的运动鞋也才400-500元，
我觉得衣服只要干净、舒适、得体就好，不一定要追求名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第四，拒绝无用社交，不再为了所谓的面子、合群去花冤枉钱。第五，不使用信用卡、花呗、借呗，拒绝超前消费。因为在上海从事租赁服务的博主表示，现在很多园区，只要你付物业费和水电费就行，写字楼租金基本上都是白送的。给大家看看现在的住房的现状啊，大家看这一层，全部都是空的，没有一家。那边也是，就整个一层全部都是空的。看这边，在2年前我租房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园区是很少有空置的，就是找这个园区里面非常难。但是今天、昨天还有前天，我们看了几个办公室，都是整层的空在那边，就是像这样一层呢，整个一层都一个人都没有，就很难租。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看的210多平的，210多平，然后外面的话都是写字楼嘛，是在这个园区里面的。这个刚刚初步的看了一下，感觉还是不太合适。第一个，外面没什么人气，就是你有客户啊，或者在这边上班啊，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就感觉很冷清。你们知道现在虹桥的办公室有多卷吗？先关下窗，别让外面的人听到了。就这样的交付标准，精装全配，免租期6个月，6个月啊！不仅仅是免租期，报价也不是很高，2块8。这样算下来的话，就相当于进价2块1，2块1在虹桥机场附近租这样的办公室，怎么样？面积100到600平，所有户型随便挑。朋友，听我一句劝，千万不要再买写字楼了，因为只有等你卖的时候，你才知道根本卖不掉。我自己就是一个惨痛的案例，我真后悔我当初听了朋友的建议，还有这群丧良心的中介，他们是真能忽悠。我和老婆呢是2015年来上海打工的，直到2020年，我们确实赚到了一些钱。我始终觉得这个住宅的价格它太高了，500万左右的存款利息还有没有那么的可观。最终我还是在普陀区买了一套200平的办公室，当时我买来就是带租约的，1个月的到手租金差不多2万4，一年算下来就是28万多。每年平均的年化收益在5.8左右。我的这家租客呢还算是挺稳定，当初我和老婆还是挺开心的。直到今年我想把办公室卖掉回老家发展，我彻底傻眼了，挂牌半年多根本都没人问。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